很多人都对改色特别的感兴趣，就很多人对改色也特别感兴趣。我在这里给大家更新，因为改色是不是要用漂粉啊？改色是不是要用到漂粉，对吧？所以我才把这个改色改到今天来讲。为什么要改色？这一点大家记清楚，对吧？不是所有的头发都要改色的。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改色呢？首先第一个，这个头发上面一定是有人工色素的情况下，我们才能够涉及到改色。那如果这个头发上它没有人工色素，全部都是底色，对吧？人工色素都退干净了，都是底色和天然色素、天然色度，然后是底色，它涉及到改色吗？它不涉及到改色，它只是涉及到我想染浅颜色，把头发漂浅就好了，它不涉及到改色。那改色是什么？头发上面一定是有人工色素，在这个基础上，这个人工色素怎么样？影响我们的什么？影响我们的染发效果，就影响我们最终的染发效果。这个时候我们才干嘛？才会选择改色，没错吧？你不是所有的头发都拿来去做改色，只有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出去改色。我给大家放一个图片，大家看一下啊。改色的图片好，这个好，来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那这张图片呢，大家看得见吧？看得见吧？好，这张图片，这个呢是这个客人来时候的样子。他来的时候呢，你会发觉他的头发被别的地方染花了，染完了以后呢，上面这些地方染的比较浅，发尾的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它很不专业了这些地方怎么样？原来有人工色素，它又染完以后，尾巴的地方色素沉淀了，这些发尾这些地方特别深的人工色素，上面是比较浅，染的比较浅。好了，像这种头发，他还想染一个比较好看的效果，像这样子的头发到你们店里来，你们的操作方案有几种？第一种，简单一点，把上面怎么样？把上面盖深就好了，把这个地方盖深，是不是跟下面一样 ？OK， 解决了。但是你这个客人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改变，对吧？那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？你们就直接干嘛了？要把这些干嘛？把这些深色的地方要干嘛？要洗色了，是不是啊？用漂粉加双氧在湿发上沐浴洗色，是不是针对于这些地方要洗色了？对不对？全部这些深色的地方去洗色，这可就是一个大工程了。没说错吧？这个头发这样长度，下面尾巴这么深，就是一个大工程了。洗得好当然 OK， 均匀了以后再上色，洗不好，这个颜色染出来的效果还不好，而且会浪费大家特别多的时间，是不是？可能你要洗好几个小时。那右边的这个呢，是我给他做的这个效果我是给他做的效果，它也是改色，但是这个改色呢是会比较聪明的，会比较商业，我是比较聪明和商业化的，我不可能全头给你洗色，我做你一个头发，我要做你4-5个小时，把你这颜色洗掉再给你上色我这老腰都累死了，对不对？我这好几个人，这些工资也很贵，那我怎么办了呢？我就使用化染的技巧，大家知道什么是化染吗？用化染的技巧，从这里把这些接口的地方，大家看得见吗？把它用化染的技巧把它全部漂掉。我不是全头改，下面的深色我没有全部改我只是用化染的技巧局部给它改掉，看见了吧？局部给它改掉，改掉了以后，化染结束以后，我把上面的这些浅色选择了一个跟下面非常接近的一个深色，就染成了现在这个效果。OK， 然后剩余的产品加上水调一个比较浅的，涂在发尾，最终出来的效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第一，时间非常的快，根本不需要改色那么久。这个头发我可能也没有花过，最多2个小时吧，连操作带最后上色带吹干带造型，最多2个小时。这么长的头发，如果你要去漂这个头发改这个头发，那可就不止2个小时了，光退这些就不止2个小时。
你还要把这些地方都退均匀再去做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改色的时候，明白我意思吧？在做改色的时候一定要很聪明，什么时候改什么时候不改，别傻了吧唧的。我上来以后，这个颜色要改要退，上来就退。你知不知道，当你一退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进入了这个坑里，你就会发觉你可能要漂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小时，花了这么多的时间，有可能这个头发很受损，而且最后做出来的效果可能还不好，还不如之前选择一个正确的方法把它给做得更好。能理解吗？这个就是我说的化染。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化染改色？化染其实就是更好的。这个小姐姐来这么去做完以后，她会怎么样？她会觉得哇塞，这个时间又短，我到你这里来做颜色，第一帮我解决了这些颜色，第二时间又短，效果又好。我想问一下你们啊，来，我把你们这个打字打开，我把这个打字打开，大家应该看得见这个效果哈。来，我问一下，这种改色你们觉得有没有这种拳头改色好？比不比拳头改色好？第一时间短，第二效果也很好，有没有比拳头改色好？对于你们来说，你们觉得哪个好？如果你们觉得现在我这个改色好，你们就打1；如果你们觉得还是你们自己花很久的时间不断的漂干净再去改色好，你们就打2。我想看一下，我给你们打字打开了。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这个改色好，用化染的技巧去改色好，就打1；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好，还是拳头退，花那么久时间好，就是做的均匀，拳头做均匀啊，这个全部改2，对吧？所以大家要记得哈，我们是干嘛的 ？OK， 所以大家要记得改色这件事情啊，我举这个例 ，OK， 我看到大家了。所以大家要记得改色这件事情不要盲目的去操作。就是你不要上来以后就哇，这个是2、3、4、5、6也搞不清楚，直接怎么样？直接就去干。你干出来的颜色真的不知道，因为你都不知道。我说句实话，这个黑色，我看在他的头发上，我都不知道这个头发，如果我拳头改，到底能够改成什么样子。我已经很，我不能说是我已经算是颜色的权威了。我看到这个深色，我都不知道这个深色最终我们能褪成什么样子，有多均匀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觉它怎么样，你不能够去做一些自己第一没有把握，因为这个很深嘛，所以你改色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啊，当然如果你们不会去不会操作化染或不会有这种技巧，那是另说啊，但你们可以去学。当然好像也有 Sam 老师好像最近月底会有化染，你们可以去报一下。学了这个技巧，除了做这个颜色也好，这个改色也好，都可以使用。你就可以用这些方法去弥补这个改色最终出来的效果。我在第一堂课就跟大家说过，染头发是为了什么？染头发是为了美，不是为了把头发想尽一切办法做均匀，不是的。染头发是为了美，这才是我们正宗要学的，不是说染头发只要来了以后，反正是什么改色都是改均匀，这是不对的。当然有一些染色是要均匀，有些染色完全不用，好吧 ？OK， 这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。好，再回来说到这个改色。首先第一个，这个人工色素如果真正影响到了你的染发效果，我们再去做什么？再去做改色，一定要确定啊。然后怎么改色？是全头改啊？是全头改还是局部染？如果你局部改，你要有局部的美感和技术；如果你没有这个技术，那你就全头改。但是你要首先的问题是值不值得？你要问自己值得吗？值不值得？花时间、花精力、花产品、花这些值不值得？如果值得，你就去改；不值得就不要去改，让它在选色方面怎么样？重新的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就好了。那你说觉得值得，那怎么改色呢？上次跟你们说过，用什么？沐浴褪浅。我用沐浴漂好了，用沐浴漂。沐浴漂我上次给你们大家讲过了，对不对？漂粉加低度双氧在湿发上面，或者可以往里面加洗发水，在这个情况上，针对于这些有影响的人工色素，先去做什么？先去做褪浅。
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改色的其中的一些别的例子啊，全头改的。哪一些是全头改的？我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好 ，OK， 这个，这个图片看见了吗？这个图片，这个头发就是沐浴褪浅，这个头发上面是不是有非常多的人工色素啊？很多的暖的人工色素，大家可以看一见，在没染之前，这上面有很多暖色的人工色素没有褪干净。那如果你想给它染这种比较冷的颜色，直接染行不行？不行，直接染出来根本没有这样的效果。怎么办？就用沐浴褪浅的方法，在湿发上面，针对于这些暖色的人工色素先涂上去，把这些暖，因为这个人工色素是很容易褪掉的啊，它不是很深的或者是非常红的浓郁的颜色，它很容易褪掉，涂在上面 ，OK， 褪掉以后，接下来把根的地方也涂了，底色均匀，最终全头上一个颜色，发根先涂，发尾就好了。这就是我们说的比较简单的改色啊，全头改色啊，这是属于其中的一个改色的方法啊，这是其中的一个改色方法啊。我再给你们找几个改色的，改色可以改，你要看这个改色值不值得哈。如果有一些蓝色啊，那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吧，啊，这个也有一个，来大家看一下这个，正好看，这个是前两天我在那个看一下这个头发。这个女孩子啊，来的时候就想全头做特别特别冷的颜色。你们看一下这个头发上面，你们自己看，这上面是不是有大量的人工色素啊？没有褪干净，是不是有很多的人工色素？而且这个人工色素是什么颜色的？是暖色的人工色素。如果这个头发它全头要想做一个比较冷的颜色，这个可真就是费了劲了。头发又长又多，我要全头怎么样？全头把这些暖色的人工色素给它退掉，再把发根的地方再给它褪浅，啊，全头都给它做得非常浅，啊，这是费老劲了，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个头发褪完，再给它上色。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做的，啊，因为我觉得不值得，所以我给他选择一个方法，还是一样，同样用化染的方法，在这个头发上不褪色，直接怎么样？直接把化染的地方全部画出来，画的比较多，全部画好以后，画的地方是不是也是褪浅啊？就把底色给褪的比较浅了。褪浅以后，我选择一个比较冷的颜色，全头做，根的地方稍微做深一点，尾巴的地方也做，褪浅过的地方就特别冷。那没有褪浅过的地方，因为这个色素很冷，也会综合出一个比较冷的一个棕色，但是没有那么冷，然后出来的效果很好。这个女孩子说什么？哇开，时间又短又不长，对发质有没有那么的影响？他会觉得他超出他的预期，他觉得这样子做比他原来想全头做那个颜色还要好看，这叫做超出他的预期。当你把这个头发做出超出他预期以后，你就是下次没有时间给他做头发，他都等着你给他去做头发。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他才去来做，你没有时间他就一直等着。这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忠实的啊，非常忠实的你的客人，甚至可以说你的粉丝啊，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改色的方法，这个也是用化染的方法。像这种长头发，如果我要改色，我他妈会累死的。不会低于这个头发，如果改成全头这样的浅的颜色，不会低于5个小时。不管你手法再快，你都不会低于5个小时。明白我意思吧？啊，这就是我们说其中的一个改色。再来一个。那算了，这个改色我就不跟你们讲了，好不好？那改色我就讲到这里，好不好？沐浴漂改色，记住一定是沐浴褪浅，好吧 ？OK， 然后把这些人工色素的地方退掉，再把什么天然色素的也退掉，退成一个你们要的底色，然后再去上色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这是改色啊，漂头发。好。那我把漂发和这个改色呀，就是会运用到漂粉的东西呢，也要给大家讲了哈。一个是漂头发，一个是改色哈。我希望你们能够清楚啊，了解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入到这个部分了。
底色的部分，因为作业也留了，你们也完成了。漂粉的东西呢，我该给你们讲也讲了。这个做底色的地方，我们就先怎么样？先过去，分析头发先过去。接下来进入到什么？人工色素的部分。什么是人工色素的部分？就是我上次给你们讲到的啊，关于人工色素的部分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看一下人工色素啊。好，大家还记得我在上堂课讲到哪里吗？上堂课讲在哪里？上堂课我们讲了染膏的种类和特性，对吧？讲到了色素含量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？讲到了色素含量，来，花一点点时间回顾一下。现在在市面上我们有的这些染膏当中，有哪4种啊？第一种，氧化性永久性染膏，就是大家现在常用的染膏和双氧调配在一起的，90%以上都是用这个染膏的。还有一种叫做半永久性的染膏。什么是半永久性的染膏？就是我们说的它没有染浅力，里面是没有氨的，只有在有底色的头发上它才能够上色的，对吧 ？OK， 但是它也要配合双氧，但是非常低的双氧，它需要氧化染膏当中的色素，这个叫半永久性的染膏。第3种叫做直接性的染发剂。直接性的染发剂是什么？给大家说过，一个是酸性染膏，另外一个就是什么？蜡也属于直接性的染发剂。直接性的染发剂是不需要调配双氧，直接色素挤出来就是色素啊，涂在头发上的。所以我也花了很久的时间给你们讲，不怎么样，不建议你们用蜡啊来去做头发，因为这个不好，我就不多说了。第4个是什么？暂时性的染发剂，上次已经说过啊。好，那上次我们是不是说到这一章啊？还记得上堂课吗？上堂课我们说到了这张表，对吧 ？OK， 说到了这张染头发的每一个色号给大家做的这个测试的这张表，给这测试表。上次我说过了，当我们要了解你们代理的染膏，你们就需要了解几个东西啊。第一个，你们染膏，你们店里面的染膏当中有没有这种高度染浅的染膏？像12.11，12.11它的特点是什么？啊，我只是这个举个例子啊，这种大类，这种染膏呢，它的染浅力很强，但是没有色度，就是这个染膏里面是没有基色的，它只有色调，所以这个染膏它的染浅力很强，更像更多的这些日系染膏，对吗？ OK， 然后它的色素浓度不高，就会比较淡，这就是在9度的发条上，对吧 ？OK， 那加强色就是大家说的一些工具色，工具色里面的也是只有色调，但是它这个色调就比较怎么，非常的浓郁了，它的色调就非常的浓郁。那浓郁的概念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色调浓郁，所以它的染浅力就怎么样？就没有那么高，所以你看3度的头发上，它的染浅力就没有那么高。但是你看在9度上，这个蓝色特别怎么样？特别的蓝，浓郁度就会非常的高。OK， 那接下来6.11和7.1这些我都是在上堂课有讲过的，我只是给你们带一下。6.11和7.1的区别是什么？一个是双色调，一个是单色调。双色调是什么？小数点后面是几位啊？2位。单色调是小数点后面是什么？1位。双色调呢，就代表这个染膏里面呢，它的这个色调浓度就会多一些。什么叫色素浓度？就是这个蓝啊，点1是代表蓝了啊，这个蓝就会怎么样多一点。所以你会发觉在9度的底色上，是不是比较蓝呐？单色调就怎么样，就没那么蓝，因为蓝色素很少，跟9度的黄放在一起都泛青色了啊，泛青色。我昨天我上节课我还记得给你们怎么样呢？是不是给你们在黑板上画了几个这个染膏啊？还记得吗？是不是在这上面画了这个染膏？告诉你们什么？这个染膏当中啊，同样是这样子的，给你们找回一些记忆啊，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？OK， 如果这个是6.6，这个是6.66的话，一个是单色调，一个是双色调，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？这个是6.6。这个就是什么 6.66， 对不对？就是染膏里面的色素含量不同， 6.66 里面含有的色调就会特别怎么特别多，
因为色调多，所以它色度就会怎么样？色度就会少，色度就会少，是不是？我记不记得我上次给你们这个上课的时候有画过这个，对吧？在上一节课啊。